如果台湾也发生限贷令全台湾的房子就变成只能够全额买，不能贷款之类的，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如果我们也像南海一样如此之硬连首购都没办法上车，会发生什么事？很显然首先是房价一定会崩，绝对会崩。为什么？因为卖也卖不掉那就通通卡在那边。这会造成什么？这会造成我跟你说更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个在台湾已经是好几十遍、好几百遍了，看过去的历史，严重的贫富差距。现在不给你贷款，真正影响到的族群还是需要贷款的族群嘛？那有没有买房子不贷款的族群？很多啊，真的是很多啊。我在高雄房价比台北便宜的地方，我们都看到好多了，就是现金买不贷款没办法，家里做生意的家里开工厂的，家里要干嘛的，然后一年或是什么台商从大陆回来的，这我还见过，他就说就这样什么鲑鱼回台然后他鲑鱼回流，然后就回来了，他要处理多少钱？6700万台币，他要放哪里？放股票他不安心，那就放房子，怎么买？现金买2间都3000多，就这样啊。好，接下来房子只能卖给谁？就是这些人因为买盘减少非常的多，因为首购都被你 kick out 了嘛。闲聊时事首尔房贷只能贷27%，史上最严限贷令冲击房市，台湾会步入前尘吗？先说结论，台湾应该不可能会去跟随南韩的老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业并没有全部压在首都里头，各县市还是有它强的产业就跟韩国先天上体质我们就不太一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那我们上一支影片聊说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买房了，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南韩超夸张的限贷令来了，这已经来一段时间只是现在把它拍出来，很猛很精彩南韩是怎样？是直接这个是直接掀桌子很夸张那未来呢，南韩的房地产一定会迎来剧烈的变化。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南韩限房令史上最严，几千万的房子只能贷431万，发生恐慌性抢购潮。这个我等一下都把它翻成台币这样。那内容是这样南韩政府在10月15号，其实很新对不对？10月15号。宣布了史上最严厉的限贷令它瞄准的是首尔市以及京畿道12区首都圈的高价住宅。那首先是在首尔的首都圈它禁止购买非自用住宅，还把其他地区的购房贷款金额改成依房价调整，这样方便理解我就直接都换成台币来给你看。来，第一个房屋总价。总价介于新台币3232万3200万到5387万5300万的房子，最多只能贷款862万我靠，这比我们豪宅现在凶呢那第二个，超过5387万的高级住宅就是豪宅，豪宅最多只能贷款431万，就是刚刚的862再除以2他们也参考到我们的豪宅线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贷款成数连30%都不到，很猛真的很猛。他就是没有要让你贷款的意思你那么求好，那你就给我现金买就这样。这个政策出来以后，执政党还出来讲干话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国会领袖金炳基说，举债好几亿好几十亿韩元来买房，这样对吗？应该要打造的是不需要举债就能买到房子的市场。哇，你看台湾居住正义联盟有没有听到高潮很屌还敢这样子喊。下一任是不想选是不是？果不其然，这个限贷令出现以后，南韩总统的支持度迎来了历史新低。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根据韩国盖洛普17日公布的民调李在明的国政支持度下降到 54%， 是他上任是6月上任以来的最低满意度，不支持度已经爬到 35% 了也是上任以来的最高点。这也侧面反映了什么就反映说为什么台湾的央行在那边打房就打房还要那么精准的去控制那个力道。因为我们现在的杨总裁央行总裁杨金龙杨先生，如果力度太重，造成民怨四起的话他老板的民调绝对会狂崩他的老板
然后就会怎样就被骂嘛之类的哦。那央行总裁哦，他是有老板的哦，老板是谁？我知道这个很多版本都说什么他什么独立执行单位有的没的，可是事实上他就是可以间接的去控制嘛，都是这样的啊。以我们台湾现在的制度来说，央行总裁老板我会说是行政院院长哦，也是当今的卓荣泰卓先生。为什么？因为行政院长是指派的哦，行政院长谁指派的？总统哦，总统直接任命。然后央行行长是怎么样？央行行长是行政院院长好报请总统任命，当然不是在卓荣泰任上去报请的哦。总之就是啊，他们的共同老板就是当今的总统啊，我们台湾的赖清德赖先生啊，哎，就这样啊。所以再怎样哦，还是要看老板的意志。老板如果现在说没有，我就要打吧，我管你的哦，这些投资客偷偷去死。如果刚好撞到什么什么恶屋换屋主的话，那我不管了哦。为了我们的大时代，你就牺牲吧哦。如果他有获得这种等级的权限的话，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打房力道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那现在看起来那个行政院体系也都放嘛，水龙头开大一点，你有感受到吗？哦，我先说，我现在还没感受到呢，因为还是在排播。好，开大一点啊，这个声音都出来了。然后你看央行的这个9月18号第3次理监事会议，原本4点就要出来报告，开到5点，表示就里面不欢而散吧，还是怎么样？然后要拖到今年的12月18号，第4次央行理监事会议。那我们大家都认为可能会再松绑，不会再有什么第8波信用管制了。因为现在的建商已经快不行了。然后中古屋的成交，房仲这边也快不行。不过有一个现象哦，这边题外话我讲一下，你看我们台湾的旅游的工会，旅游是怎样？旅游就是很惨嘛，然后说怎样，然后去请政府做了一堆帮忙国旅的事情啊。虽然国旅大家意见也很多，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旅游业有旅游工会在帮忙游行抗议的呢，到这种等级呢，房仲工会怎么没有？房仲工会是喊不动大家吗？还是怎么样？以现在的这种市况来讲，有点夸张呢。怎么好像没一个组织凝聚力这样子，然后出来那喊就没有，很奇怪。好，我们回来我们继续讲韩国的房市。这次的限贷令不是第一次发动，你知道吗？韩国在今年的6月30号就发动一波了。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韩国祭出史上最严限贷令，值得台湾跟进吗？专家悲观。首购族将成最大牺牲。6月底那一波就已经讲史上最严，然后10月中这一波直接加码那政策的内容是什么？照顾 Podcast 的观众，我简单的讲一下。首先是首都圈购屋者最高只能贷款新台币1411万元，能贷1400万。那现在这个10月还多一条，非自住用途的话不能买，所以就不让你去自产连自产都不行。第二，名下已有2房者不得贷款我们是还有什么2屋3屋嘛然后第三，买第2间房屋者需在6个月之内出售旧宅，否则新房房贷将强制收回。反正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底下只能给我放1间，就这样第四，首购贷款成数从80%降至70%，还款年限从40年砍成30年。奇怪，你去对付首购干嘛？前3条看起来我都认为说那个连像我这种自产的都会受到影响的。然后你去干首购干嘛？这首购现在还不够惨吗？所以现在韩国人买房超级困难你是首购，那不好意思，这个首都圈应该就跟你没关系了，除非你家财阀。你家财阀的话，你又不需要去担心房子的事因为首购族最多现在是怎样？贷款给你2%啦。那等于他们的首购现在买房都变成我们现在的第3屋这样。然后你名下有2间房子的话，直接不给你贷款，还没有限定说这2间房子都在首购，没有，你可能乡下老家有就不给你贷就是这样。如果你是韩国人的话，你现在要怎么办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南韩会出现这么激烈极端的政策这看起来比较像北韩会出现的东西吧结果是南韩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南韩它要这样子。而且就是针对首尔，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首都圈的房价实在是顶天的高。你看这张表很明显就是除了首尔以外，其他地区的房地产很正常啊，就看起来很正常啊。那当然房价还是涨的状态啊，但是没有像首尔如此之变态，3年涨了1.5倍。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太夸张了吧？它一个首尔哦，这涨幅可以抵掉，你看底下可能是釜山加大邱嘞，就变成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跟日本的状况很像，又来了少子化哦。少子化是这样，绝对的少子化，因为它不可逆嘛，所以就是绝对的少子化，一旦启动就无法回头会造成绝对的都心化你看我划线的地方，2020年至2050年之间，南韩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 35%， 同时65岁以上人口预计将达到 40%， 所以南韩的少子化危机比我们还要早发生那为什么人亡首尔己？因为蛋黄啊，攸关性命啊，攸关这个吃饭啊、工作啊、领钱啊，就是说对年轻人来说，工作只有在蛋黄区这跟目前的台北有点像就是你如果想要做一些文组的工作，什么文创啊展览类的，我跟你讲，你没得选你只能来台北来找工作，因为台北才有这方面的职缺。你说台中、台南、高雄也会办展啊，那我做展会不是也可以吗？高雄活动不是那么多，对，但是大的展通常是怎样？台北先办，对不对？然后台北的人然后再包车嘛，载东西嘛，跑去中南部去摆嘛。摆一摆之后回去了，所以人还是在台北啊。这个情况也发生在南韩，而且更加极端、更加严重。你看我划线的地方首都圈仅占全国12%的土地，却容纳超过一半的人口，这比我们台湾还要夸张很多。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工作，不好意思，只能待在首都圈。但首都圈又怎样？你又不能买这里的房子，你买不了啊，因为有限贷令啊。所以对现在的韩国人来说，地狱副本。你说大家买不了房子的情况之下，你又必须要住在首都圈租房子，租房子我靠，迎来史上最大利多最后你要知道，台湾的未来也会这样吗？我们还是来聊一下台湾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南韩这样先说结论，机会不大机会不大。我也希望之后不要首先是我们来讲，为什么南韩会变成如此之畸形，就是因为首都发展的太过极致了，有一半的人口都挤在这里，变成它转型不易。相较之下，台湾就比较好一点以我们的首都台北市来说，现在的总人口数是250万左右，大概占总人口数的1/10那你要讲我们的首都圈北北基桃那也可以啊。我们压了多少人？800多万人。可是800多万人在我们全体人口来说，也还没有到南韩那么极端的1/2啊，所以还不至于会失衡。那我们现在很明显的看到国策国家就是南向计划嘛重点发展南部。我讲的就是高雄跟台南台积电盖在这2个地方就是这样。但它的用意是什么？台湾经济南北平衡，不要说大家都给我挤在台北，然后再来抱怨什么出去会塞车什么有没的，那让你至少有其他的选择。像高雄就是这一波 buff 就吃好吃满啊，所以高雄的发展节奏上快非常的多，当然跟市长有很大关系啊。就现在的陈其迈陈市长没什么问题吧？你看这次活动办了那么多，然后对他都是赞誉有加。那关于工作机会高雄现在也在面临史上最这个天赐良机啦，转型的大好时机。高雄正在转股中，就是工程师高薪的白领工程师，以前都只有台北不然就是新竹。新竹的主科嘛，现在高雄有台积电啊，然后老大一来，周边小弟也要来也不是小弟啊，就是他的上下游供应商什么设备商、材料商，一大堆通通都要来。高雄终于迎来了台积电这个市区就可以上班，坐捷运上班的台积电，那会提供海量的高薪工作，很好啊，正在转股啦，而不是说高雄只有重工业不然就是餐饮业便当店这样。这个成绩成效我们看南科就知道，南科也超过10年了直接翻转这个台南。其实南科跟这个台南市区到底有什么关系？开车超远的呢，可是你看这个市区是不是也都夯起来了？就是这样那高雄现在更近呢，超近的呢，坐捷运油厂国小站就到了呢那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跟非常看好高雄未来的发展。它现在就不是满血状态，你一直在那边一直讲它现在很烂还是什么，就不是嘛。南科也不是开始规划的时候就如此之强也要给他一点时间发展。等到满血台积电的时候，我会员影片有拍一支满血台积电有提到这方面的看法。那其他行业目前还没有办法跟上，不过这个是时间问题而已。等台积电在高雄继续发展起来，
而且高雄有设立了亚资中心，然后有13家金融机构不是都要来这边放办公室吗？先不管它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总是你看政府说南向，那就真的也要南向的意思。等我们高雄当地的平均收入开始变高，其他产业的收入也会逐步的提升，就是餐饮啊或是什么，它的营业额会变高，你的消费者要变有钱嘛。我也相信哦，台湾政府现在一定有派人紧盯韩国房市的消息，至少一定要向杨金龙杨总裁报告哦。那报告什么？就是说，你看这么剧烈的做法会怎么冲击房市？就这样，还要给那个杨总裁来做判断用的。好，接下来要怎么发展哦？要怎么利用这个经验哦，来优化台湾之后的房地产政策、信用管制等等，一定都是央行必须要去参考的方向。我未看闲财，大概台湾之后的做法又是怎样？哎呦，是哦，你看韩国这样啊，那不然我们来大量盖社宅好了，不是要20万户还没盖出来继续盖哦，就这样，要让大家有便宜房租的房子，而且是新房子来给你住哦，然后让买房不是必要的选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居住正义的政策，这个真的是国策哦，这个真的是什么总统就职演说什么国庆啊都被喊出来的东西。可是我跟你讲，这个超难的，因为你社宅就是怎样，就是卡居住时间啊，3年、3年、6年，好，那6年以后嘞，6年以后最好是存得了首购的头期款，不然的话，这些朋友也是放出去面对价格更高的房地产市场啊。那个林口 H18A9那边就是这样啊，有非常多的租客跑出来租，都是那个社宅到期必须要出来，出来以后还是来租，奇怪，那过去6年你们没有好好存钱，没有好好工作吗？讲这个要被骂，对不对？现在房价，本来想好好存钱，可是边存房价涨的速度如此之快，还是买不了啊，就这样。好，那你说，不然就让这些租屋主有办法这样子住到终老好了那这样就是一个德政，大家都不要买房子了。好，那你说盖20万户你也办不到啊，没办法让2300万人通通都离开房地产的依赖啊，就只是解决掉最多20万人的需求而已。那我们2300万人呢？所以盖社宅在我看起来只是一个我这样讲会不会那个政府看到不高兴？但我说真的，我认为盖社宅就是一个安慰剂的效应而已。真正要思考的方向是说，那笔那个房地合一税到底要怎么好好的去运用？比方说长照，那我们现在就是高龄化嘛，那长照的话看起来有做很多事情，但是说补助为主，看看这笔钱到底要怎么去利用。然后你又打房，你一打房，你房地合一税税收又巨量的减少那好不容易有钱又去盖社宅盖社宅的话，现在看起来大家对政府的意见还是很多。你有看到社宅的人那边抱团就说太棒了，感谢这个政府，也没有啊，大家也在讲说为什么社宅那么贵，为什么社宅规矩那么多，什么有的没的。还是要再提一次我认为就是台湾现有的空屋要有办法去做活化，其实你就不用自己盖，而且你花的钱应该会到盖社宅的1/10以下。例如说我乱讲就不要盖了，那就成立一个什么叫装潢大队专门去找老屋的屋主，没有人住又破又烂的那种，然后你就跟他说，那个现在我们政府要出钱要重新装潢跟出租，你要租给我20年，就这样，然后你只能租给我5折不然的话我们大家法院见，因为你现在这个行为浪费都市计划区里面的房子，你触法了什么有的没的，我跟你讲一堆房东就出来了，好拿去随便就这样现在一堆房东是怎样就没钱整理嘛跟什么不知道怎么整理嘛跟没时间整理嘛政府你要处理然后还给我钱，那很好啊，对不对？当然说好啊那这样可以活化一堆老房子，活化多少？10万户一定有，光一个6都里头，高雄随便这样子也能做出10万户，换那个装潢大队不够用，你知道，完全没办法装潢不过来，就这样啊。我个人认为就不用盖，直接去把现在的空屋来做运用会比较好。不晓得为什么要一直盖社宅，然后盖的土地又大又方正，那个土地我都觉得可惜，那边盖完社宅以后是不能再做其他用途的比方说老人长照中心会有啦，但是就服务不了那么多巨量的老人嘛，就不能做其他用途了，怪怪的，就一定要这样子毛起来去盖社宅。我还是认为释放现在都市内的空屋，然后你听到有讲说有啊，我们现在就是有在跟民间转成社会住宅或有的没的那你干嘛要盖？
哦，你现在给的那个，我跟你说，萝卜跟棒子还是棒子比较有用哦。比方说，你有空屋非自住，你就是要给我让出来给政府，不然我就判你刑。哎，你这样子触法了，突然都不用盖哦，通通都够用。然后包租代管，我的房客是高雄市政府，那 OK 啊，这应该不会倒吧？哎，然后每个月固定给我钱，以后他爱去租更生人就去租，他爱去租那个吸毒出来的就去，没关系，反正欠房租是市政府自己去跟他处理。现在就没有，你知道，就是甩给包租代管业者，然后包租代管业者也没有办法真的帮你负责，或是什么有的没的，搞成这样，不是很理想。这个方案啊，在内部开会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被提出来讨论过，可是就被毙掉了。这个我也搞不清楚是发生什么事情。总之啊，做个结论啊，我们今天讲了南韩史上最严的限贷令，现贷是严中之严哦，6月就很严了，现在还敢加码。那我为你分析了政策内容造成的原因跟房市的影响最后我也比较了台湾跟南韩的房市的差别，还有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步上南韩的后尘结论是，南韩的限贷令之所以如此之激烈，根本原因是首都圈房价飙涨跟人口因为少子化超高度集中，产业也集中在那里。相较之下，台湾现阶段不会出现如此极端的情况。但如果只靠政府继续盖社宅忽略了民间自己的空屋活化这种更长远的解决方案，未来台湾也可能会逐渐面临类似的困境。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台湾怎么做才能均衡南北发展呢？如果你是那个国发会的话，你会怎么做叫台积电在各地开花，多盖厂房，连宜兰也给我去盖连花莲也给我去盖。第二，每个县市针对不同的产业去做减税第三，直接迁都了，迁都看要迁都到台中还是迁都到高雄，反正离开台北一迁都，应该一大票公务体系通通都要跟着跑说不定就直接就可以达成南北平衡了，这我不知道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了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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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如果台湾也发生限贷令全台湾的房子就变成只能够全额买，不能贷款之类的，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如果我们也像南海一样如此之硬连首购都没办法上车，会发生什么事？很显然首先是房价一定会崩，绝对会崩。为什么？因为卖也卖不掉那就通通卡在那边。
这会造成什么？这会造成我跟你说更严重的贫富差距哦。这个在台湾已经是好几十遍、好几百遍了，看过去的历史，严重的贫富差距。现在啊，不给你贷款，真正影响到的族群还是需要贷款的族群嘛？哦，那有没有买房子不贷款的族群？很多啊，真的是很多啊。我在高雄房价比台北便宜的地方，我们都看到好多了，就是现金买不贷款。啊，没办法，家里做生意的哦，家里开工厂的，家里以后干嘛的，然后一年哦，或是什么台商从大陆回来的，这我还见过，他就说就这样什么鲑鱼回台哦，然后他鲑鱼回流，然后就回来了，他要处理多少钱？6700万台币，哎，他要放哪里？放股票他不安心，那就放房子，那怎么买？现金买2间哦，都3000多，就这样啊。好，接下来哦，房子只能卖给谁？就是这些人啊，因为买盘减少非常的多，因为首购都被你 kick out 了嘛。我们现在讨论的题目叫做台湾买房不能贷款的情况哦，这么极端的情况哦。好，房价会跌，跌了以后嘞，对这些现金资产族来讲还得了哦，他妈开趴了，房价又是以前的打折哦。那现在我现金买，我完全不需要跟银行打交道。好，然后买了以后嘞，哦，我就来做特化的出租，就是租金都会被拉得非常非常的高，没办法，人家没办法买嘛，然后全部挤到社会住宅，社会住宅供应又来不及嘛。你一个社会住宅要被供应出来，你等3年、等4年呢，真的是这样。哦，那租金会有史以来哦最恐怖的大涨哦。那大涨以后，当房东不是爽爽，因为他买房子不用贷款了，然后再加上台湾哦，如果你买完房子现金买不贷款，你可以干嘛？可以做抵押品去拉所谓的周转金挂4嘛，理财型房贷一拉出来以后，假设他买3000万，这个压8成呢，那当然有利率啦，跟还款，但是都好谈嘛。他押3000万，可以拉8成，8×324，2400万，他全部干进中华电信就好了，然后就变成每年都在领那个，中华电信不是说5%，股票这边我没有很了解，我听我同事讲的，就是说中华电信一年就是给5%。好，那1000万的话有50万嘛，他有2400万啊，你看他又不用工作，不用上班了，然后累积个几年，他又可以现金再买一间，就会变成这样更极端的贫富差距。请问这样真的是好现象吗？对啊，就不是嘛。所以说台湾哦，看南韩这样子演，就看看就好了哦。台湾自己的体制不能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一做房租哦全面飙高，会飙到爆干高，没办法啊，那个年轻小夫妻哦，连首购都上不了车，只能租屋。在只能租屋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个人认为还是活化民间的空屋哦，会比那个一直去要求限制去打房还要有用非常的多。你说现在的那个社会住宅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民间的房东来做出租？我跟你讲有，真的是有，尤其是手上是2房跟1房1厅跟套房的产品哦，套房也包含隔套，确实是有。为什么？因为社会住宅一盖出来，随便都是供应几百户在供应那个地方的租屋，所以你那附近你持有2房，你持有套房1房1厅，你的对手就是社会住宅啊，你就要跟他竞争啊，哦，那你就不好赢嘛。那可是社会住宅哦，普遍怎么样？3房2厅没有盖很多，都是盖2位数，那2位数可能才什么12户、26户的这种，好几百户就盖这种。OK， 所以我一直强调，现在我们还有办法上车，在高雄这个地方。如果今天在台北市，我也没办法哦，还有办法上车在高雄这个地方哦。你真的要做置产的动作，请你认真考虑直上3房车位，也就是社会住宅没有在盖的东西，会理想非常的多。你可以避开跟社会住宅直接的竞争，不然怎么办？不然你有更好的方法吗？欢迎留言来讨论一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
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3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